Hi everyone， 欢迎来到守望好莱坞。最近的北美名媛圈迎来了一个好消息，名媛鼻祖希尔顿集团继承人巴里斯·希尔顿在社交媒体上和丈夫卡特宣布迎来了第一个宝宝。在巴里斯宣布喜讯后，她的留言区也被祝福声给淹没。作为巴里斯曾经的小跟班，如今的好闺蜜金卡戴珊自然也不会错过闺蜜的喜事。她留言：真为你感到开心。对于这个宝宝的具体信息，巴里斯和丈夫卡特依然没有过多公布。不过已经得到证实的是，该宝宝不是她亲自孕育的。希尔顿大方向媒体承认，自己的儿子由代孕妈妈所生，而能够完成这一心愿，多亏了她金卡戴珊的帮助。但即便如此，我们依旧相信，渴望成为母亲的巴里斯会倍加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小宝宝。对于巴里斯，大家都知道她是位身家上亿的顶级千金，是北美圈的顶级名流。但实际她的人生与其他千金不同，前半生走的也是十分狗血，狗血到一度被全美誉为豪门荡妇。1981年，巴里斯·希尔顿投胎摇号中了头奖，含着金汤匙降生到了希尔顿家族。自此，他有了世界著名豪华酒店希尔顿创始人的曾祖父康拉德·希尔顿，有了希尔顿酒店集团前主席理查德·希尔顿这个爸爸，更拥有了好莱坞著名演艺世家出身影后伊丽莎白·泰勒的亲戚，迈克尔·杰克逊终身密友的演员母亲凯西·希尔顿。如果论家世背景，巴里斯的家庭富可敌国，论影响力，半个美国娱乐圈都要看他家的眼色。众所周知，欧美上流人士大多喜欢豪华酒店的总统套房，既住得舒服，又能彰显身份和财力。巴里斯家也同样如此。但是别忘了，他家里拥有的是希尔顿酒店，总统套房非但不是事儿，小时候的巴里斯还可以随意将喜欢的小动物带到自己在华尔道夫酒店的房间。据说这位家还曾经将自己的宠物山羊放进了爷爷位于巴伦的网球场，行事作风大胆，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养成的。尽管母亲一心希望将巴里斯培养成拿得出手的大家闺秀，成为希尔顿集团的门面担当，然而按照巴里斯的个性，母亲的这个希望终究在她上学时就破灭了。从中学时候开始，巴里斯就特立独行，喜欢戴奇怪颜色的假发，穿迷你裙去上学。作为一个从小在夜店扎根的有钱小姐，巴里斯总是能在父母严加看管的情况下买到假身份证，然后到宴场里面大放异彩。父母忍无可忍，把她送去了类似如今某些戒网瘾寄宿学校去改造，希望借此能让她戒掉酒瘾，成为一名得体的女性。该学校一直以来实行封闭式管理，不准学生使用手机，等同于让学生完全断绝与外界的往来，包括和父母，以至于学校里的教职工都非常的嚣张，经常辱骂、暴力对待学生。更严重的是，他还曾遭受过学校工作人员的性侵。那天深夜，他本已经入睡，但一名男性教职工将他叫醒，带到了小黑屋，以做子宫颈检查为由，强行猥亵他。最终他拼了全身力气才得以逃跑，但即便如此，他依旧没得到妥善的处理结果，反倒被关在一个单人间里，不准穿衣服，连内裤都没有。在这所学校里，他精神身体上皆受到重创，谁都不知道11个月里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但都知道的是，每遇到同类事情，他总会站出来斥责、反对、保护受害学生。当2020年美国发起要关闭该校时，巴里斯举着牌子站在了支持关闭的人群当中。19岁时，他签约了模特公司，早上在 T 台给各大品牌走秀，晚上继续流连在各大豪华夜店。在那段时间，她和当红歌手小甜甜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闺蜜。但可惜，因为家世的不同，两人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和遭遇。2003年，巴里斯进入了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模特事业没有让巴里斯大红大紫，但是她的初恋男友却让她名声大噪。那时，两人因不和而分手，其初恋男友转头就将两人的亲密录像带卖给了娱乐公司，而娱乐公司为了疯狂敛财，还丧心病狂地制作成小电影往外售卖。
一时之间，巴黎斯上了各大周刊的头版头条，希尔顿家族也因此股价大跌。即便父亲想花重金结束此事，但奈何当时处于美国娱乐文化最鼎盛时期，狗仔遍地，巴黎斯成为了美国人口中的全美荡妇，不知羞耻、恶心等罪名纷纷往巴黎斯头上扣。反观男主却毫发无损，巴黎斯被父母禁足在家中3个月不得出家门，而巴黎斯自己也像做贼一样，将房间的窗帘拉得严丝合缝。面对四面八方的质疑，从小养尊处优的巴黎斯哪能受得了这些？他只能低声啜泣。但度过这3个月的冷静期后，在家人的陪伴和开导下，巴黎斯慢慢恢复了自信，他学会了直面问题。当她重新出现在大众眼前时，她带着自己的闺蜜出演起了真人秀综艺《简单生活》。通过此事，她深深了解到了外界观众的偷窥心理，特别对于名人富家的私人生活。于是她索性带着闺蜜，带着摄影师，带着整车的奢侈品，开车到乡下，开始了各种凡尔赛作秀。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为她吸引了一大批粉丝，巴黎斯就这样成功扭转了舆论的风向，逐渐将自己打造成名媛异类，从希尔顿家的大女儿成为了时尚界的巴黎斯。不过是1年时间，就这样，她从一个全美荡妇转变成了名媛鼻祖。通过走黑红路线，她自创的香水品牌赚了超过20亿。随后，她衍生的多项商业行为也被彻底激发出来。只要她推出的时尚单品，必然成为当时全美最热单品。与此同时，巴黎斯还去出演电影、写小说、出电音专辑。虽然她毫无演技，也没什么文笔，歌舞天分有限，这些内容都是她靠钱和人气堆出来的。但是作为市值30亿英镑的希尔顿集团继承人，这一切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即便是名声扫地。2011年，伊普索公司的一项民意调查得出结论，他是美国人最不受欢迎的名人。但是仅仅靠希尔顿的负面新闻，在好莱坞养活了几十家媒体公司。好莱坞创始人谢拉兹哈桑在电视上说，我在希尔顿的支持下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狗仔队公司之一。我在洛杉矶有100多人，他们都以希尔顿为生，包括现在美国名列前茅的 TMZ 媒体，当年就是靠希尔顿起家的。金卡戴珊就是靠抱着这条大腿起家的。虽说如今卡戴珊也已经挤进了上流社会，但当时的卡戴珊只是巴黎斯的助理，每天除了给巴黎斯拎包之外，就是帮巴黎斯整理衣柜。说是小跟班，真的没有什么不妥。但卡戴珊也是个聪明的女人，她借用巴黎斯成名的那一套模式。2007年，卡戴珊先是凭借与男朋友拍摄的私密录像名扬美国，让自己成为了粉丝过亿的名媛。后来，她带着自己的父母和姐妹，一手炮制了争议极大的真人秀，与卡戴珊姐妹同行，这才脱离了巴黎斯的光环。可即便如此，巴黎斯依旧是当时全美最火的名媛。她凭借着自己聪明的头脑，硬是将自己营销成了全球大 IP， 成为时尚界的引领者，潮流的带动人。可是，在2006年，她因为酒后驾车被警方吊销驾照，之后多次无证驾驶被警方逮捕。因为该负面新闻，她不得不先暂别时尚圈。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她还得忙情场上的那些事儿。肤白貌美大长腿，再加上显赫的家世，想成为他意中人的比比皆是。对爱情抱有美好憧憬的巴黎斯，同样希望能遇到自己的如意郎君。于是她的男友换了一轮又一轮，光是订婚的就有3个。第一个是男模杰森，两人订婚的消息席卷各大报刊，大家都认为杰森将会成为豪门女婿的时候，两人不到1年就分手了。也是在这个时候，帕丽斯的前男友渣男里克曝光了2人的性爱录像带。04年，巴黎斯和希腊船王的儿子又走在了一起，这对门当户对的恋情受到了双方家庭的支持。但希尔顿深知自己的性格，他担心这段婚姻要是出现问题，会间接影响到家族企业，于是两人还是解除了婚约。2018年，快要40岁的巴黎斯迎来了第3任未婚夫。未婚夫是个演员，他直接买下价值200万美元的钻戒求婚。
起初巴雷斯感动极了，也答应了，可结果他又跟人家解除了婚姻，理由是不是对的人。至此，巴黎斯兜兜转转，始终找不到他自认为合适的人。正当他觉得自己恐怕会孤独终老的时候，他遇到了商人卡特。卡特不仅人长得帅，而且优秀有才华，与巴黎斯家私交甚好。两人其实很早前就有过交集。卡特对巴黎斯十分绅士体贴，但当时玩心重的巴黎斯压根儿没往过这方面想。直到如今步入40，不再年轻，不再红得发紫，千帆过尽后才顿悟，所谓轰轰烈烈的爱情，还不如似水流年的相伴。这次巴黎斯终于真正的步入了婚姻，能够和卡特一起组建家庭，谢尔顿十分感激。成为母亲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我很高兴和卡特终于找到了彼此，他全力支持着我，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公主。回顾千禧年前后，谢尔顿曾是好莱坞最为知名的名媛之一。他将自己的生活悉数暴露在镜头之前，数段恋情广为人知，3次订婚也以失败告终。如他所说，现在他终于能够安定下来，进入生活的下一篇章。但以这位大小姐的个性，之后还能闹出什么抓马，让我们拭目以待。最后，如果喜欢这部影片，别忘了按个赞，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感谢您的鼓励，我们下期再见。